難以想象，前幾天連 RW 俠都幹不過的 AG， 昨晚竟然把狼队都啃下來了。综艺对 AG 的重要性不言而喻。今天我们來復盤下雙方比賽的第3局，看看綜藝的大司命到底是如何發揮的。開局，狼隊就猜到了綜藝的思路，知道你要反野豬，安琪拉加東皇視野防禦拉滿了，綜藝進不去。2技能 CD 沒好，東皇卡住了口子，一波線，綜藝只吃到1個兵，很難受。這把的陣容，大司命不是很好打的，紅刀肯定玩不了，所以綜藝這把做的也是肉刀，儘管刷錢慢，但配合海諾2個嚼食棍在前面，後期也不怕被換血。紅開路線往上刷，中線卡住，目的是搶完上線後 AG 4個人可以全部靠中路打團有優勢，也是算準了狼隊第2個野豬的刷新時間。為了讓中路有絕對的人數差，渲染不惜冒險打斷狼隊2輪傳送。看細節，手放在閃現上，只要安琪拉有抬手的動作，瞬間閃現躲2技能。這個操作需要一定的手速，不然你中了2有可能會送1血。我們回到綜藝視角，抽完中線剛好野豬刷新，但綜藝沒有直接反，他求穩，想等1技能過河道用，這樣反完能夠直接走，怕掉點。安琪拉哪怕斷掉了傳送，但他出的是疾跑鞋啊，跑圖很快，萬一被他2閃打一套進階大招，有可能陣亡。當然野豬還是沒有反到，前期是不賺的。抽完下一波中線，綜藝馬上去搶下一個河靈。5分鐘團戰，細節很多。狼隊知道槽裡有人，所以東皇先丟球，然後 AG 盾身閃現被安琪拉，綜藝馬上補傷害。安琪拉交閃現，綜藝1技能追擊，舉死東皇後沒有去舉安琪拉，而是迅速撤退。也正是這個小走位奪掉了金的大招，如果被鏡定身在塔下，肯定就沒了。這波團戰 AG 打得很划算，晚晚鏡幾乎是沒有打出什麼傷害來的，主要前面 AG 盾山開團和拆火都做得很好，有了優勢，紅區能反，上路1塔也能拆。綜藝這把最害怕的就是安琪拉的2技能，後續打團需要格外留意。安琪拉卡了個視野，還差點把紅 buff 拿回去了。反完紅再反藍 ，AG 看起來打得很順，但在節奏上火力被分攤了，藍 buff 沒有反到的，而且綜藝沒了大招，最重要的是 AG 竟然還敢打3線，大司命沒有大招，再壓中路的話很容易給機會 ，AG 很貪，想用盾山大招去磨一下1塔的血量，狼隊則非常敏銳，倒載all in靠邊站，竟也用分身換位，完美規避了盾山的大招，躲完就反打，all in閃現給風龍魂，配合進了大招，一諾趕緊閃現，最後也只能把盾山賣掉。一諾如果不閃的話，剛才那個位置他是會被東皇閃現吸到的，這波是純3v3沒打過。抓住機會後的狼隊有多恐怖，看婉婉視角就知道了。殺完盾山，婉婉回去拿小野，然後用分身探草，知道綜藝這個時候剛拿完藍區，站住了河道中右，探出了視野後，狼隊迅速點集合，5個人往中路包夾。再來看東皇的細節，把行招換成奔狼，這個開團讓綜藝猝不及防，大司命被瞬秒，狼隊抓機會的能力確實強。時間來到8分40秒，輕輕白起嘲諷接兵甲，再用爪子把大司命勾到安琪拉面前。但是另外一邊，狼隊出問題了，東皇閃現咬到一諾艾琳，可婉婉進的大招接慢了，沒有第一時間打出爆發，導致一諾交出閃現，沒有秒掉最關鍵的失手。回放一下，其實婉婉是想東皇大招結束後，再用大招把一諾推到塔外面，這樣能夠穩定擊殺，所以他大招才停頓了一下。可就是這麼一停頓，讓一諾交出了閃現。後面婉婉藍量不夠，也沒有收割掉大司命，狼隊白起還陣亡了，團開的這麼好，竟然還打輸了。紅 buff 更是不敢想，綜藝不會給你的，回去補完狀態，藍 buff 也沒了，綜藝給的壓力太大，雙方抓機會的能力都很強。剛才中路那一波，如果是狼隊打贏 ，AG 也是一樣難受的。兩個隊伍最大的區別就是狼隊後期的操作容易變形。10分鐘河道，白起沒有嘲諷大司命，而是嘲諷了盾山，那安琪拉就順勢秒盾山，發現傷害不夠，盾山閃現撤退了，沒辦法，就只能進來打收割。看操作，鏡飛過去一接大招，可盾山大招有霸體，鏡吃了控制，連招被斷，後續再想操作，傷害又不夠了，最後的惩戒也沒有收掉。AG 盾山真有東西，一個人吃了安琪拉、白起、鏡的全部技能，並且還不死，太猛了。另外，綜藝前排給的壓力也很大，大司命配海諾，還解說了，這兩個就是純嚼死棍，換血根本不虛。狼隊被打得節節敗退。大龍團，狼隊還是一樣的，技能全給盾山，發現打完後也就是勉強殺掉盾山而已。後續一諾艾琳再發力，狼隊扛不住了，綜藝順勢拿下大龍。繼續往下看，綜藝持續給壓力，一個人壓3個打，有點拖大。看細節，白起嘲諷完又吃了安琪拉一套，然後白起走位往前靠，和安琪拉隔開距離，以防止大司命做2個。實際上，綜藝大司命是一口血都沒揮上來的，他大招做到的安琪拉還是有護盾的，屬於被操作了。14分鐘，輕輕着急開團，結果被一諾修了走位，大閃空掉了，自己脫節，導致掉點。狼隊這個位置都沒法接。
後面大龍逼近水晶，雖然嘲諷到了一諾，但兵線壓力太大，就算你極限殺掉一諾，水晶也沒了。昨晚兩隊戰鬥力的差距是非常小的，可以發現 AG 有中立後，整體的野區規劃和團戰效果比起之前都有了顯著提升。期待下一次的紅狼大戰。